新疆库尔勒，这里位于中国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。消逝近千年的楼兰古国在这里联络东西，兴盛四方。如今，一条从青海格尔木到新疆库尔勒的铁路将在这里穿行。这条横跨多种复杂地貌的铁路，给建设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现在那个咱们张拉完的那个前面都套着带子是吧？那个套带子是防止这个沙尘进到夹片里。实际上，这对你影响最大的应该是4月份。4月份就是说不能打粮的天气应该是很多。6月份也6、7月份。目前来说，就是在负责这个建造格库铁路新疆段，也就是从我们新疆和青海的分界伊腾布拉克到库尔勒这708.2公里的铁路建设。格库铁路是新疆的第3条出疆铁路，全长1215公里，全线从2015年开始修建，预计在2年后的2020年通车。格库铁路新疆段共有6个土建标段组成，其中大部分路段需要架设桥梁。但是由于新疆干旱缺水，风沙大，气温低，1年中只有不到半年的生产时间。作为新疆段的总指挥，这让王进忠有些担心。实际上就是说，像这种替梁的，从技术来讲已经很成熟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每一步的质量控制，这个就特别重要。要一印上力以后，它是今后上面要跑车的，所以任何一个环节就都不能出问题。2天之后，32米的主梁将被送往距离这里400公里外的 S3标段——台特玛湖大桥。台特玛湖位于新疆母亲河塔里木河的下游。30年前，由于上游大量取水用于灌溉农田，从而造成湖面干涸断流。尽管之后近10年来的生态补水让台特玛湖生态有所恢复，但是由于缺少植被，风沙问题仍然成为影响 S3标段的一个难题。今天咱们主要是去现场看一下那个风沙实验段，刚好现在处于风季，沙尘暴比较多。这几个方向是最多的，看这两个方向最多的。对，这个明显就要少很多了。这16个方向，每个方向多长时间积满？它是以1月为单位，一个月来回，1月来回。在沙尘暴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很多人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要戴着口罩。大桥附近处于风口的位置，4级以上的风就会导致浮尘天气，并且大规模的沙尘暴平均每周至少1次。为了防止铁路被沙漠覆盖，王立博需要定期到台特玛湖查看风沙装置。这些装置用来收集各个方向的风沙堆积数据，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建立防沙围栏。但是仅依靠防沙围栏，防沙效果极为有限。在风沙最强的4月份，1个月的时间，沙子就可以覆盖一个高度为1.6米的芦苇围栏。这也迫使台特玛湖大桥的设计方案几经修改。在初步设计阶段，台特玛湖是有3种方案，一种是以桥梁通过，一种是以明洞整体明洞通过，还有一种是以桥梁加漏机的方式通过。如果是漏机的话，它风流沙过来以后，它是不是形成阻挡了？如果你桥梁设置的话，它中间是都有空间的，它是可以穿越，不会形成阻挡。桥梁的建筑结构可以让风沙顺利通过，从而不会产生风沙堆积，导致湖区被一分为二，避免新的生态破坏。这样的设计却把桥梁的长度从过去的7公里延长至24.6公里，最终
让台德玛湖大桥成为新疆最长的铁路桥。在整个铁路的建设中，像这样因为生态保护而改变铁路设计的案例不止一处。这个地方本身它是一个野骆驼保护区，你要叫外人看这个能保护什么呢？也没有草，也没有什么，但是这个区域就很大。那就是它既然是野骆驼保护区，那我们施工的同志也见到过有黄杨，也见到过别的。这是两个山崖出来，会突然的眼睛一亮的感觉。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一片这么一片绿？所以那个时候就萌生了一种，究竟这么一片就是这么宝贵的东西，对它是一种什么态度？对于从小在新疆长大的王进忠来说，一片草地犹如一座金山。为了保护这块不到2个足球场面积的草地，设计者们从最初的路基通过方式改为成本更高的架桥通过。很小4、5岁就到新疆50年了吧，很敏感。有的时候我就说，在若羌我们修铁路这么多年，我就说这个 PM 2.5也好，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有 PM 250呀，就2500呀？这个地方真正的出现一片绿的地方，确实不太容易。看到一片绿，就觉得心里面就是一种感觉就来了。现在，我们现在说是就是那块羊的事儿，主要是围栏那个事儿。总是小羊羔没有吃的。因为我们那个标段那个6标离这比较近，然后我们的指挥长也知道这个事，过来也看了一下这个事，所以就是我们施工单位希望就能再做。阿尔金山保护区呢，为了保证这个生态呢，其他的牧民全迁走了，只留了9户。这9户呢是在山上放牧，他们是在这儿生活，实际上也是在保护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听说这个事情以后，我们当时就想着是力所能及做一些事情，因为他们羊羔3月份下雪呀，或者是冬季呀，基本上存活率都不超过40%。小羊羔回头要喂的时候，把小羊羔抱回来，保护在那个绑